新冠病毒源头有反转。美研究院公开研究资料表示，美国2019年就有新冠了。敬请关注本期节目。2020年初，新冠疫情让中国陷入一片悲痛，每天看着生命急转，都让人望而生畏。随后还直接涌向全球，令全球都陷入困境。而美国也以中国率先确认新冠疫情为借口，肆意给中国泼脏水，说新冠病毒是中国制造出来的。就算在世卫组织多番查探下，还中国一个清白后，美国依然当作听不见看不见的抹黑中国，多次在国际社会中要求彻底重查，意图把这项罪名牢牢地安在中国的头上。不过这回美国终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多次叫嚣要重查新冠起源，如今却发现源头终究还是在自己身上。据央视新闻报道，日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起了一项我们所有人的研究，并在2020年初就采集了美国各地共计24000份血液样本。这些样本在近日被详细检查后，却发现其中9份血液中拥有新冠病毒抗体，而这些血液样本的日期从2020年1月17日到2020年2月3日以及2月15日都有发现新冠抗体。这是什么意思？按照新冠病毒感染后产生抗体的时间来算，至少需要2周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反推过来，至少在2019年12月的时候，美国部分人就感染了新冠病毒。再从另一点来看，这些血液样本都是美国本土人员，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美国新冠病毒应该在2019年就已经有了。那么美国天天叫嚣着要重查新冠起源的直接事态反转了，因为从中国的爆发新冠的时间线上来说，美国感染的时间要更早，而且再仔细思考一下，中国的新冠都是从美国感染也是说不定的，毕竟美国是有这个机会的。所以美国这招贼喊捉贼玩的可还真溜。不过话又说回来，美国被爆出很早就有感染新冠的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就比如此前的电子烟肺炎一事，就有人表示症状和新冠病毒几乎一模一样，很有可能所谓的电子烟肺炎就是新冠病毒。而且此前美国也一再被曝光出参与细菌试验的顶级研究室防守极为严密的情景，还有人试图闯入却被不问缘由的直接击毙。另外，在2020年11月的时候，美国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也曾曝光，说在2019年12月采集的美国人血液样本中，也发现一些具有新冠抗体的血液样本。从这种种情况下来看，美国一再强调查找新冠源头，一来可能是掩盖美国才是幕后刽子手，顺手挑拨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不过，如今美国一再出现这种确认源头的报告，想来新冠病毒起源就是在美国，已经是无可指摘了。如今只需要世卫进入美国查探一番，就自然确认了。而如今咱们需要做的事，就是不能再让美国抵赖了，并且监督美国不能给世卫组织施加政治压力，不然基本上是无法对美国实施国际溯源调查的，还很有可能让美国直接痛下狠手，毁去证据。如果我国一定要武统台湾，美国还能坚持多久？俄罗斯届时又会怎么样呢？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在美台意图恢复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后不久，我国台办就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发言人马晓光就美台勾连做出激烈的回答。他表示，坚决反对台湾与美国谈判或者签订任何具有主权意涵的协议。这种频频出卖岛内民众利益的协议，只会持续损害广大同胞们的利益。毫无疑问，由于美国持续不断的干扰，在面对台湾问题时，国台办也开始感到厌烦了，所以在口头上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台当局错误地认为美国是坚定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然而，美国人真正的面目无非就是想干涉中国的内政，从而对中国进行遏制。而从我国目前的种种反击行动上来看，口头上的谴责以及态度对美国人来说都无关痛痒。显然，只有武力才能让他们知道我国有多大的决定。那么，如果我国一定要武统台湾，美国的各种驻台政策还能持续多久呢？台湾撑得下去吗？无论从哪种角度分析，这2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若我国一定要实行武统，那美国将立即放弃台湾，台湾根本撑不下去。需要知道的是，自美国建国以来，这个国家就从来没有做过损害其自身利益的事。所以说，如果仅仅是因为台湾就让美国与我国发生直接的武力冲突的话，对美国来说是绝对不值得的。至于为什么美国的一些政府官员还口口声声地说要捍卫美国利益，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一直以来都有一种强权的思想，这是美国霸权主义的根本。但我国最不害怕的就是挑战。以往的韬光养晦就是为了能让统一的进程愈发的加快。而且在台海问题上，我国并非是孤军奋战的。在近日，就有美国媒体采访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我国实行武统后，俄罗斯会怎么做？对于这一问题，普京的看法引发了美国人的争议。他的看法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在没有真正的冲突发生时，他不会做出评价。这种态度着实有点意味深长了。所以解读的观点主要分为了2部分。第一种就是如有必要，俄罗斯会站出来助我国一臂之力。
第二种则是俄罗斯届时会作壁上观，当然也不排除会支持美国这个选项，但这一选项真的有可能吗？我军出动最大规模军机绕台，目的为何？我国用实际行动证明，西方用几座炮台就能征服中国的时代早已过去。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观察者网的消息称，在6月15号凌晨5点多，我军多达28架战机从东南、西南空域突袭台海上空。有详细数据记载，这是我军军机今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绕台航行活动，打破了此前在4月13号一天有25架战机在此空域航行的记录。长期以来，外国媒体也好，台媒也罢，只要我军进行这种常规化战群飞行，就会被视为对台湾某些不法之人的一种震慑手段。不可否认，类似的这种巡航行为的确起到了震慑作用。但是仔细想想就能发现，我军这次出动最大规模军机绕台，还有另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提醒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尤其是近期这场以中国为主题的G7首脑会议，我军的动作就是明确的向外重申，在台海问题上，我国绝不示弱。需要知道的是，本次G7首脑会议上只有一个重点议题，那就是美国与其盟国就如何针对中国进行商谈。美国总统拜登出访欧洲，意图修复同盟国关系，团结欧洲盟国反倒是其次。虽然美国人想得很好，希望欧洲各国能将中国视为共同敌人，但在拜登呼吁7国团结起来应对中国的挑战后，7国内部直接就出现了分歧。法国和加拿大都支持美国的强硬政策，而德国和意大利则主张与中国合作，而日本与英国前后不一的说辞则显得有些态度不明。不过，不管这些国家究竟是个什么打算，我国照样岿然不动，该怎么巡航就怎么巡航，甚至还加大力度。而就在我国加大力度不久，28架军机进行绕台航行后，却遭美国人反咬一口。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萨波称，我国在台海附近不断增加的军事活动，这是在破坏国际社会稳定，增加了美军误判风险，不利于维持台海及地区的和平稳定。在看到这位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的回应后，相信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嗤之以鼻。与美国海军所谓的自由航行性质不同，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军大规模的绕台航行完全是有理由的，我们可以正大光明地称之为例行出访任务。如果美国人想凭借着几句话、几次自由航行就想阻止我国两岸统一的进程，那无疑不是在痴心妄想。西方人在我国海岸架设几座炮台就能征服一个国家的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战狼外交必不可少，美司令仍大言不惭，美军有能力阻止武力攻台。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对于入联公投，美国针对台湾的言论少之又少，已无法阻止岛内舆论长期累积下来的军事风险。为此，美国国会中有不少的亲台议员对台海冲突中美国是否会派兵介入持有很大的疑惑。而这一问题在近日的参议院听证会上，美军司令做出了回答。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最高级军事司令马克·米利上将在近日的参院听证会上被问到，如果解放军武力夺台，美军是否有能力阻止这一行为？对此，米利非常肯定地回答道：有和能。美司令的这番表态，对于那些妄图以武谋独的分子来说，无疑不是备受鼓舞。但我们要给那些做着春秋大梦的人迎头浇上一盆冷水。在听证会上，美司令的说法完全就是大言不惭。米利就美军是否介入台海问题以及能否介入台海问题屡次提及，这已经说明了美国人对自身具不具有保卫台湾这一能力产生了怀疑。众所周知，美军在台海一旦爆发冲突后，到底会不会武力介入这一问题上，一直是秉承着一个非常模糊的态度，而宣称有能力阻止武力攻台，则是一场政治上的作秀。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条件下就说出这番话，这不是作秀，难道还是事实不成？任谁都知道，我军的反介质区域拒止能力一直是美国人最为忌惮的战略。美国对台海冲突的介入和对我军进行打击的目的必然是有选择性的，而干涉度有限，中美双方都会尽量避免全面军事对抗。虽然这一局面将随着中美两国外交和经济的分歧而改变，不管是从扩大打击目标的原则出发，还是从中美战略地位的角度考虑，目前美军在台海进行高强度军事活动的可能性要大于以往任何时候。但对于美国而言，他们所需要处理的世界局势的复杂性，不只是简单的用武力介入台海就能解决的。至少就当下的情况而言，美国面临的问题就不止中美摩擦，还有经济下行和内部矛盾升级。然而，中国所需要面临的却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美摩擦。
在双方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条件不对等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当台海局势一旦达到非谈判不可的地步，那么他们的丧钟就将敲响。而要让美国人明白这一道理，那战狼外交就必不可少。中国不会被动接受美国的挑战，与美国既斗争又合作，和而不同，斗而不破。